这人都下来了，老七呢？嘿，五爷！哎，佛爷的。仙姑是老五带下来的，他们的事情让老五自己解决。哎，佛爷，你说老七此番下来，会不会有别的打算呢？老五是个深明大义的人，现在还牵扯这么多日本人，他肯定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事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检查所有尸体，阐明死因。是。佛爷，是鸠山美智。鸠山美智真的死在这儿？佛爷，这边全是剖腹自尽。哎，佛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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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仔细看，看这里，像是未完工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根据丰都的规矩啊，建土地庙，就是最少也要根据地域方位，凑够72星宿之数，方能成局啊。可是你看这里，拢共加起来才10来座，还有这个祭坛，更是搭了一个空架子，啊，祭器、贡品一概全无。我看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建着建着，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所以大家才会都跑路了。可你说这日本人来到一个未建完的地方干什么呀？还在这里集体都剖腹自杀了，是奇了怪了。大家小心，这儿有陷阱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七妹，七妹，七妹，五哥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。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这地下有日本人？那你做的事情和日本人有没有关系？你怀疑我？你回答我。我要做的事情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啊？为何私自行动呢？担心死我了。我之前答应丁千岁，下来替他探路，沿途留下记号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没有到过的地方，也出现了这些记号，而且确实是我的笔迹。所以，我便跟着这些记号找到了这里。你先别着急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楼差点害死你们？
你看到的都是假象，他在迷惑你。你记不记得你之前提过一种假设？你说这个楼会带走我们最在意的东西。你们都遇到了一些状况，张启山的士兵失踪，你的狗、兄弟，甚至我都倒在了你面前。但我什么都没有遇到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是重要的？但我后来发现，这个楼他还是对我下手，他拿走了我最在乎的一个东西。是什么？我替你拿回来。他拿走的东西没有人能拿得到，是我的信念。但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楚，我还需要时间。没关系，我会陪着你的，好不好？悟空，很多事情都需要我自己找到答案。佛爷还在外面等你。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我一定会尊重你的。但你答应我，不管最后你查出了什么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好吗？一定。除了你，我也没有别人可以说了。好，那有事吹哨，我第一时间赶到。放心。别担心我。佛爷，我也回来了。哟，五爷回来了。哎，老七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在里边？有完没完？哦，你们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已经知道鸠山美智为什么在这儿。允通事件之后，鸠山美智撰写鸠山报告，在里面，他发现了非常奇怪的壁画。壁画里记载了关于阴长生墓的资料。鸠山通过日本商会利用新月饭店，帮他鉴定了这幅壁画，确定其内容出自青乌子的手笔，记录了长沙地下阴长生地宫的秘密，并提到其中有法术可以逆转时空，穿梭日月，但入口极难进入，明确警告其他人不要尝试，因为青乌子对于允通的记录是真的，所以鸠山美智对青乌子的壁画还有阴长生的秘密深信不疑，尤其是被法术可以改变过去所吸引，所以他开始制定了长沙计划。哎，奇怪了，佛爷，之前在日本兵的尸体里发现的是补全计划，怎么到这儿变成了是长沙计划了呢？这两者必然有联系。鸠山提交了鸠山报告的补充文件，并将其标为最高机密。随后，他正式启动了允通计划，也同时筹备了长沙计划。
要到房间了。鸠山的允同计划交给裘德考合作执行，自己则开始长沙计划，并且在长沙开始经营。但后来，允同计划被我识破，长沙开始整顿日本间谍活动。日本人被限制活动，间谍被九门捉杀干净。那时候鸠山已经进入阁舍楼探险，他生活在阁舍楼里，但他一直被困到现在。大概2年前，鸠山最后一次向日本传回信息，从他汇报的内容来看，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东西，但是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。自此，鸠山和那3支精锐部队就没有更新的報告了。伝えとこう。場所はもうすでに見つけた。だが我らもはや外へ出られぬかもしれない。哎呀，佛爷，这鸠山美智啊，一定是没有找到他自己想要的逆转时空的法术，然后呢又出不去，所以选择在这切腹自杀了。这么重要的科学家，日本人不可能放弃营救，而且他们应该还在长沙，还找到了给他补给的那个人。给他们补给的人，谁这么有本事啊？九门肃清了日本所有的间谍，那么能够活动的，自然是留在长沙的中国人。例如，某位权势滔天的汉奸。还有什么线索？资料都非常零碎。我们找到笔记本，大部分的页数都被撕掉，跟上面的队伍一样。他们临死之前，清理好身上所有的情报，留下的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。这里有什么情报，是一定不能被人知道的？哎呀，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这里的真相啊！你刚才不是还说他是什么都没找到才切腹自尽的吗？这件事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小金，把所有文件重新整理一遍，重点查看被撕掉的前一页。法术。佛爷，这上面好几处都提到法术，还有水潭。水潭。那里头确实有很多的水潭，难道日本人说的是里边？可里边我也看过了，除了山洞之外什么都没有。走，我们再进去一遍。这照片里边的怎么这么像格式老祖呢？你们看，格式老祖怎么
和你在流年殿看到的不一样啊。哎，来，赶紧翻译一下。根据日本人的记载，他们在进入阁氏楼之后，在主通道拐角处发现了这个发丝神像。神像高约1.7米，形似真人，使用毛发乌黑柔顺，光泽良好。初步判定，属于18至25岁，女性发质，保存完整，未见枯死。他们认为，这个发丝神像属于某种特殊祭祀工艺。邪门的是，他们一碰，这神像便顷刻间化为灰尘，只剩下一把长发。所以他们暂时取样保存，打算拿回去细赏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跟我们流年殿所见到的阁氏老祖不是一个人呐。哎，行了，八爷，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特意留在这儿，故弄玄虚，诱导我们。也有道理。这里水不流，气不通，按理说，应该是条死路。老七呢？他还在里面探索。佛爷，七美是我带进来的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还请你不要为难他。我吴老狗会全力承担。出去之后，我自会问他。这个水潭是天然形成的，当年日本人肯定来过这里，但出去之后，却选择了剖腹自尽。他们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是做过所谓的法术来到这里，那日本人肯定也是。但按照壁画所示，还有2个法术。佛爷，其实还有件事我没向你坦白。我们分开之后，这老又逼我做了2次法术。壁画上的3个法术，我其实都已经完成了。在完成第2个法术的时候，我已经发现有蹊跷。可当时我为了救人，我顾不上了，而且我也想看看，完成这3个法术到底会发生什么。于是我就将计就计，我看到了，假装被这个楼控制了。之前我想杀你，也是我故意演给这个楼看的。我想迷惑这个精怪。不可能，这种计谋，不可能是精怪所想。佛爷，你之前说的对，是人，是日本人。我之前一直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下楼以来，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半点日本人的痕迹？可就在刚才，所有日本人的痕迹，像是突然之间，摊在我面前一样。以他们的作风，他们大可以一把火烧掉所有的证据，却偏偏留下笔记本，而这个笔记本反复提及到这个水潭，可这里半点日本人的痕迹都没有。是他们故意抹去了所有的痕迹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计划。他们故意要把我们引进来。当年你入九门的时候，和老三打的赌，你一直记得，所以年年都送螃蟹，一年也不落下。
四爷守信，果然与旁人不同。那是自然。我这般讨人嫌的，要是没个特别拿得出手的长处，还怎么混饭吃？我陈皮答应过的事儿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改不了。可你也不用造谣我喜欢吃螃蟹吧？每年送来的时候都说我爱吃，该不会因为我姓谢你就觉得我爱吃吧？爱吃不吃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困在这儿，不无聊吗？人到了一定年纪就知道，有时候能安稳坐着，已经是一种福气。你要是想出去，我可以想办法，只要不在长沙待着就行。哎，要不你跟着我干，保你过得比现在痛快。如果只是洗脱我的嫌疑，并不难。但只要我还是九门中人，早晚还是同样的结局。不是，我还以为九门里只有我知道，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九门能立得住，自然有它的道理，但这道理也不是永远都说得通。那时候世道乱，人心更乱，上面忙着打仗，底下人连口饭都吃不上。没了权力的约束，民间就自发生长出了替代性的秩序。九门不过是应运而生罢了。我们算不上什么好人，但至少让穷苦人有了条活路。现在，新的秩序已经建立，九门赖以生存的根基早已土崩瓦解。如今这世道，九门这种民间组织不仅多余，更是必须要铲除的威胁。老东西早晚都得完，有什么可留恋的？你不如先管好你自己，要么我帮你做条混海。老规矩，100文我就干。啊，谢家如果要退，也不可能自己一家全身而退。九门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如果上面真容不下九门，必然是要斩草除根。所以才派霍文海来，霍文海也生在九门，对九门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。而他越想继续往上升，就越是要证明自己跟九门毫无瓜葛。他是不会手下留情的，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彻底除掉九门。军政部除掉九门，是个不可逆转的时代变化。一个霍文海不行，就10个；10个不行，就1000个、10000个。所以九门的结局早已注定，你、我都逃不掉。既然你想得这么清楚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很早以前我就知道，九门必死，但如今有了新的变数。什么变数？五爷，吴老狗。你醒了。不要问这里是哪里。总而言之，你逃不掉。死而复活，你是人是鬼？这个世界上哪有死而复活？我亲眼看到的。那你猜，你有大把的时间猜猜，我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，都会认为是法术吧？是啊，这就是你们中国人伟大的地方。不过，我指的是古人，不是指现在的中国人。我在阁氏楼里的前2年一直以为法术是真的，我和你一样震惊。但世界上哪里有法术呢？你是说我经历的一切，全部都是假的？
不是假的，但是那不是法术，那是技术，那是一种神奇的技术原理。技术原理？是的，几千年前，中国的古人就知道了这种技术原理。但到了现在，你们反而不知道了，以为是法术。法孙子，你说的到底是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五爷，五爷，来，五爷，我请你到这儿来，是想请你帮我训练一种特殊的动物。拜托了，如果没有它，我就无法进行我的下一步计划。我不干。401部队现在在我的手中，就是张启山拜托你寻找的那个401部队。如果你不帮我，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掉。到时候，你和张启山的约定就无法履行，你的夙愿也无法达成。军人上了战场，就准备好了赴死。我是土匪，我也一样。不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在我的研究里，士兵和土匪绝对不是一件事情。你要是把土匪惹毛了，把你天皇的神主牌都给掀了！这样吧，五爷，先听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好解除你心中的一些疑惑。4年前，我潜入长沙阁氏楼，是为了探寻殷长生之秘。我被迫滞留地下，一困就是3年，直到你们当中的第一个蛀虫出现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我以为只要砸下足够的钱，就能轻易摆平这种事，毕竟人全都是贪婪的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，竟然只找到了丁千岁。他又折腾了好一番功夫，才勉强撬开了霍家的口子。彼时我们已经到了快要饿死的份上，差一点就前功尽弃。丁千岁拿着我们提供的经费，开始买通霍家。霍家要想继续站在九门之列，那就得有人伸手相助。钱我有，路子我也能租，霍家也得为我出一份力。霍家可以帮忙，但你必须言而有信。霍家有他们专门的采买渠道，就连张启山也不可能发现，所以他们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，源源不断的为我们输送物资。而我在探查阁氏楼之际，发现山体上有一处裂缝，可与外界相通。虽不足以容人出入，但要做些别的事情，却绰绰有余。比如，让丁千岁把物资扔下来。
排开，记得跪。有了粮食之后，我们在地下的生活稳定下来。我知道自己短时间内难以离开，便潜心研究阁氏楼的秘密。我先是破解了阴长生的3种法术，继而参透了其炼制怪物的科学原理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找到了一种丹药，人服食之后可诱发人体变异。我下令，让我的部下试药。由此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人可以攀爬悬崖，离开阁氏楼了。帝神在様、こちらは例の弾薬でございます。我在阁氏楼里整整困了3年，3年。我几乎参透了这栋楼里所有的秘密。所谓阁氏楼，不过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巨大骗局。随着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，我发现这阁氏楼也不过只是一个起点，它通向一个更加神奇的地方。这里是不是只有通过地下暗河才能到达的地方？不愧是9门的五爷，啊，真聪明。是的，我们就是通过地下暗河，走了几百公里，才在一个隐秘的出口出来，来到此地。但此地也不是我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，要想到达那个地方，非你不可。所以我没办法，只能把你抓过来了。但是不能在长沙城动手。那样冒的风险很大，因此，你得让我自己送上门来。没错，我让丁千岁做了一块旧石碑，然后买通了401的几个人，让他们引诱部队去挖。他们在前面编故事，后面的人绝对会被吸引。其实年岁的药丸早就混在了泥土之中。只要他们动手，泥巴就会溅上身，他们就会中毒，就会变得痴迷呆傻。然后我再让我的人引诱他们下阁氏楼，诱惑张启山。终于，你来了。你为何不让你的部下直接把我带走呢？你以为我没这么干过吗？我深知你和张启山的能力，一旦阁氏楼暴露，我们就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，我只能勉强一搏。那你为何要我完成那3个法术呢？不要冤枉我，我可没有让你完成那3个法术，那是你自己想象的故事。人类啊，就是这样相信自己的想象，
什么法术呀，或是这个世界上其他美丽的事情，都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。看来我的判断全错了。你并没有逼我完成那3个法术，这都是我的臆想。你什么毛病？有3个法术吗？真的走过判断吗？真的有法术吗？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你现在的疑惑，正是那个秘密所带来的效果。正是那个秘密，让那个楼里的法术看起来跟真的一样，让所有人都相信葛氏老祖靠他创立了邪教，殷长生是真正的仙人，他的信徒对他们的神力深信不疑。你现在也是他们的信徒。我们日本人是坦诚的，我坦诚地告诉你这一切。敬我一杯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胜利者的炫耀。毕竟，我这个计划用了整整3年才成功。我研究你都研究了3年，无言。这一刻，我等得好辛苦啊！对了，所有一切霍家都有参与。霍仙姑虽然不知情，但她是家主，一旦暴露，霍家头日，她是要担责任的。如果你不帮我，霍仙姑不会死在日本人的手里，她会死在军政部锄奸队的手里。我知道你还想逃走，但事已至此了，你只能一边帮我训练那个动物，一边找机会逃走。好了，胡子，从明天开始吧，拜托了。儿子，叫声爹好不好啊？嗯。叫声爹，晚上爹给你好吃的。嗯。叫声爹。说什么呢？带他出去玩吧，出去玩啊！去。嗯。好，出去玩啊！哎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别一天到晚胡说八道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我怕什么呀？大哥都死了这么多年了。问题是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还不愿意搬到这个院里来？你就不怕被别人笑话吗？我不怕呀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我怕什么？你不一样，你可是9门的3当家。3当家怎么了？3当家也是人啊，我这条命就是棺材水里泡出来的，要不是你护着我，我早死在沟里了。这玩意你到底是咋想的，啊？你要是嫌我手脏，我可以金盆洗手。哎，不是说了和佛爷办事去吗？啊，还不赶紧收拾一下？走了。三儿，三爷，你过来。你说你嫂子……三爷，您不是要跟佛爷出门吗？我去收拾东西。哎，怎么会？
没有丁千岁的名册呢？他能够在长沙发家，背后主要靠的是美国人的暗中支持。哦，去请三爷。是，佛爷。三爷已经到了，在门口要见您。三爷，来了，佛爷。你的人呢？都候着呢。你就带这么几个人啊？带几个精锐的就够了。啊。哎呦，我可是带了300个人啊！这么多，好像是有点多哈。要不这样，咱俩谁都不带，图个清静。找地下暗河，为什么往山上走？佛爷，你在行的是打仗，却不懂地脉。这地下暗河走的是古河道，山上的局势早就变了。不过山下倒是有一个岔口，可以兜过去。走下面要多久？2、3天吧。累了，在这儿歇会儿吧。佛爷想把我推下去吗？没有。是吗？所有九门的人都这么干过，就差佛爷你一个人了。那老八也是吗？我看过他的眼神，他绝对有这种想法，但是太可惜了，他的手太抖。哼，三爷应该也乐在其中，不是吗？我觉得能杀我的人，应该还没生出来呢。走的位置越高，摔下去就越疼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不走这么高的位置，怎么才能欣赏到这般好的风景呢？不是吗？以三爷的财力，有没有想过隐退，过点清闲的日子？我身后的这帮兄弟啊，都指着我吃饭呢。当然了，我身前还有更多盼着我死的人。所以你说我这身子骨，一旦闲下来了，我估计都不用我种，它坟头草就已经长满了。哎，佛爷，那如果你是我，你会退吗？所以啊，别想那么多，而且想多了也没用。眼下这个事情是倭寇惹的祸，咱们只要齐心对外就行。我估计日本人都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，他会让我这么一个废人拦住了路。嗯，三爷不要妄自菲薄，在九门里，最纯粹的，一直都是三爷。我们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些杂味，希望三爷可以一直保持住这份纯粹。